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非常美丽的南法录这个视频。今天想用很简单、很慢的中文跟大家聊一聊我这1年多的生活，还有我为什么现在在美丽的南法。我在德国读了大学，然后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。去年我离开了我的工作，开始了我的旅居生活。旅居就是旅行和居住，一边旅行一边住在那个地方，其实就是比较长的旅行。比如说我去年在日本旅居了4个多月，就是4个月比较长的时间的旅行和生活。在那边我也去了不同的城市，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。我为什么要去日本旅居呢？是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，包括动漫等等，而且我也一直很喜欢日语，自己自学了日语之后，很想要去日本真正的用这门语言。所以我去年在日本的4个月，就有很多的机会跟日本人聊天，练习日语。我去日本之前，虽然已经能看懂很多日本的，比如说电视剧，还有书，但是不太能说，不太能交流。通过这4个月的旅居的生活，我就有了很多可以说的机会，所以我现在说日语还算是比较自然，能够正常的交流。而且在日本旅居的那几个月，我不仅去了大的城市，比如说东京，我还去了很多乡村。乡村的日本人当然不会说日语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练习日语的很好的机会。而且乡村也非常的便宜。我觉得去年的4个月旅居实在是太美好了，遇到了非常多友好的人。比如说我住的地方的那个家庭会开车带我出去玩，去爬山，去吃很好吃的日本菜等等，就过得非常的快乐。所以我觉得旅居比起旅行来说，可能是更加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到不同的游客不太会去的地方，并且能和当地人有一些更多的交流。日本之后，我第2个旅居的目的地就是法国，尤其是法国的南边，因为我听说法国南边天气很好，而且饭菜也很好吃，它的美食很有名，而我又很爱吃，所以就一定要来这个地方。我现在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乡村里面，住在一个很老的房子里，周围的风景非常好，最近的邻居可能走路要10分钟，因为这附近都是森林，还有小河，非常的美。每天都能听到很多鸟叫的声音。我在来之前也自己学习了一点法语，现在能看懂很多内容，因为法语和英语很像，但是听还有说都非常难。不过我也刚才来，我计划在这里待2个多月，我希望2个多月之后，我的法语能变得稍微流利一点，能够和当地人做一些简单的交流。我学法语的另一个原因是，我觉得法国的文化和艺术非常的特别。还有就是
法国人好像不太喜欢说英语。我之前在柏林生活的时候，身边有非常多法国的艺术家，他们都不太想和我们说英语，所以我觉得能够学法语的话，就能和他们交流，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。这2个多月的法国旅居结束之后，我准备去拉丁美洲，可能会去秘鲁、哥伦比亚或者墨西哥，还没有完全想好。但是我计划在法语之后学西班牙语，然后能够在拉丁美洲生活的时候用上西班牙语。我听说西班牙语是一门很街头的语言，就是说在街上能够学会的语言，而不是通过看书、学语法等等。因为它是一门很外向的语言吧，大家都很热情。其实我觉得西班牙语好像不是那么的适合我，好像和我的性格不是很相似。但是也许西班牙语能够打开我性格当中的另一部分，所以很期待之后能在拉丁美洲跟大家录视频。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去了拉丁美洲之后，我可能会计划去意大利，在明年的某一个时候，因为意大利也是我在欧洲非常喜欢的国家。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，但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在那里去了解当地的文化，学会做当地的美食，并且练习我的意大利语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很想去泰国学泰语和韩国学韩语。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就经常想，我很希望有那么2年的时间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生活，不同的国家，学他们的语言，不仅仅是2个星期、1个星期的旅行，而是能够时间比较长的住在那里，既能够学会当地的语言，也能够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人，了解他们的文化，也可以学习一些当地的菜。这就是我这1年多一直在做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在实现我的梦想。这段时间里遇到了好多非常美好的人，了解了很多文化上有趣的事情。在之后的视频里面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。如果你们有推荐的国家的话，或者地方，在评论里面告诉我。我的频道里还有其他很多慢速的汉语视频。那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见，拜拜。